什么是舞台？舞台上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代表空？可不可以只有一样东西，但不代表少？可不可以让时间停下来，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可不可以让空气凝结，但不代表闷？可不可以像小孩一样游戏，但不代表儿戏？可不可以实现自我，但不代表自我中心？我是林华，第4季什么是舞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位德国舞台美学家，就是现身说法，以可以还有可以来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卡特琳·布拉克 （Katrin Brack）。情人节、圣诞节、生日、纪念日，每一个节日都可以是恋人们1年1度，或者是1年多次的一张张考卷。考题虽然大同小异，但不会减少回答考题的压力。以我们该如何庆祝啊出题的一方，跟以你猜来回答问题的一方，在双方的默契下，通过购买以及不同方式的消费，让过节与恋爱十指紧扣。每逢佳节，一片火树银花开在商场的橱窗，或者是线上商城的行路与广告之中，营造了普天同庆的氛围。但也是在普天同庆的氛围里，有人形单影只，便有人把脑筋动到了独悠悠不如众乐乐之上。111不只是月历上的一页，而是在线上商城之中，以清空购物车来犒赏和祝贺没有办理的自己。钱没有不见了，只是变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改编自施尼茨勒的剧本，路克·帕西佛导演的《安纳托》，设计师卡特琳·布拉克让舞台在80分钟的演出里，持续散发着佳节当前、灯熄熠熠生辉、橱窗争奇斗艳的氛围。只是街景越璀璨，灰影的人心就越是荒芜。欲望从来不会因为得不到、买不到，又或者是得到了、买到了而变小，而是因为越看各式各样拥有的可能，就显得自身的存在变得虚无。就像触目所及的都是名贵的东西，只会提醒买不起的人自己有多穷。安纳托是亚瑟·施尼茨勒于1893年创作的独幕剧集，于1910年12月3日在维也纳人民剧院首演，由7个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独幕剧组成。中心人物是安纳托，一个典型的维也纳花花公子，由他贯穿了整个剧集。除此之外，就是一个他的好友马克思。而剧集中的7个故事就是在安纳托与不同女性的关系中展开。剧中主要的场景是安纳托的家，他住在维也纳一间迷人的公寓里，他的家具、挂在墙上的画都显示了他的品味，还有对于物质的一种审美，反映出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但是观众又通过他跟他的朋友马克思的对话，看见他对于一些新时代的观念与想法保持了怀疑的态度。与此同时，这个怀疑的态度也反映在他与7位不同的女性的相处之上。但是在路克·帕西佛导演的新版《安纳托》中，原来的男性角色变成由女性来扮演，而在原著中那7位原本是女性的角色又改换成由3位男演员来分担。观众从这3位男演员的戏服上不难分辨他们在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一位是打了领带，穿着全套西装，另一位比较休闲，衬衫、夹克、西装裤。从穿搭的风格上来说，他有可能在身份地位上就没那么显贵。最后一位身穿黑礼服、白衬衫、领结，而穿梭在他们之间的就是女性版的安纳托。穿梭的意思是不止安纳托在这3个男人之间走来走去，而是在他们之间永远都隔着几百条从舞台天花板垂掉下来，长度直达地面，
用来作为节庆布置的亮银色圣诞彩条。这让台上的演员行动的空间因而显得局促，因为这些彩条的角度与密度，当演员不是站在舞台最前方，便会被隐没在这些彩条的遮盖当中，移动的身体看上去便忽隐忽现。正如卡特琳·布拉克贯彻始终的创作精神，舞台上由一个单一的物件所构成单一的视觉元素。然而，这个视觉元素不仅仅是一种物理上的存在，同时也在舞台上成为一种角色，那就是一位说书人。他参与的叙事形式就是，演员在任何行动的过程中，都要透过自己的肢体与他进行互动。他本来只是舞台上的一个客体，但是因为它的量体以及数量，会在叙事的过程中直接影响演员如何演绎角色。它不仅是辅助演员的表演，而是主导他们在舞台上的动线以及看上去的形态。演员的被看见与不被看见，就不完全是由演员来掌控，而是必须与这个由圣诞彩条构成的生灵协议。因此，卡特琳·布拉克就让这个视觉元素从一个客体成为了一个主体，从一个说书人成为了一个主述者。在女性版的安娜托中，是如何凸显主述者的主体性呢？就是借着舞台上几百条闪亮的彩条，凸显了这个舞台的空间里3样跟阴性有关的连结。第一，装饰物是女性衣服以至打扮上常见的，这些装饰物要达到的效果便是吸引目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取消距离带来的模糊与不可见。它得远远看去，立刻抓住人的注意力。不管是一枚小小的戒指，戴在胸前的胸针，耳垂上的坠子，到头发的发簪，发光就是它们存在的价值。第二，装饰物是配角，衣服才是主角。所以衣料的成分也决定女性在出席社交场合时的可见度。男性通常不会全身像个发光体那样走入人群之中，可是他们的目光却总会停留在人群中发光的女性身上。所以摇曳生姿、闪闪动人都将成为女性身体的一种延伸。第三，当这个舞台被灯光扫射时，它便造成宛如迪斯科里旋转的镜球一样的反射效果。这象征一直以来女性对于自己的想象，她不需要一盏聚光灯去找寻她的踪迹。就好像当扮演安娜托的演员走进了亮银色彩条的丛林时，他并没有失去我们的关注，因为整个舞台就是他的巨大象征物，它就是照进观众席的那盏聚光灯，它就是在中心不断旋转的镜球。有趣的是，它的这盏聚光灯越巨大，越让舞台上的肉身变得卑微，而且不只是女性的安娜托，而是所有在舞台上的演员，包括他要在他们身上寻找证明伟大爱情的男人们。这些男人们在剧中时而跟他在这个发亮的丛林中捉迷藏，时而又把他紧紧贴住，让他难以动弹。他们之间的空间关系最受卡特琳·布拉克所选择的亮银色彩条跟悬挂密度支配的是，身在其中的人似乎意识不到我们所看见的近乎让人窒息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既来自这个物件所代表的那种节庆象征，它在物质上虽然不会发出声音，可是节庆的喧嚣却在人的耳边回荡，且在它的密度下放眼看去无处不在。这就是在爱情关系当中每个人无一幸免的必须参与的一个又一个的仪式，而这些仪式的繁多却不带来任何变化。演员的行动让这些圣诞彩条有所波动，但随即又没有带来任何的痕迹，仿佛情人节里的情人只是过客，节庆以及那些成就节庆的仪式才成为了主人。
剧中的演员最后消失在观众视野之前，他们将这些亮银色的彩条塞满了自己的身体。原本充斥在他们外在环境的，突然间他们与之成为一体，然后咔嚓一声，全场的灯光灭掉，刚才如此璀璨的发光的彩条丛林还没从观众的视网膜上完全褪去。戏已经演完了，可是卡特琳·布拉克却用他的这个设计，把一个画面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